一腔孤勇，奔烈无穷战役，一曲琴音，撩动宿命帷幕。背负着各自信念的人们，就在这世界最危险的岛屿之上彻底了结。大家好，我是朱尔本。海贼王1041话小紫已经更新，鬼岛决战进入倒计时刻。本周扉页继续连载《杰尔玛66无感情海游记》第5期。被困在书本囚牢中的尼智和永志突然遭到重创，夏洛特不临冲上前，一人给了一记铁拳，作为对他们之前欺负山治的回敬。这不寻常的举动，会是布林营救计划的一部分吗？正片开始，陶追助正在向大河讲述刚刚发生的一切。在下之前和相主有过短暂交谈，但是关键的部分在下也不知情。就在和之国光复大决战的高潮时刻，相主奇迹般加入战局，此时就在和之国外海待命，脚下的世界政府舰队如蝼蚁般惊叹这不可思议的巨型生物。陶追助，我在等待您的命令，为了与您并肩作战，我才来到此地。大河兴奋起来，预言中的变革正在悄然实现。好厉害，陶追助君，你果然能跟大象对话。跟玉田猜想的一样，你是将为世界带来黎明的人。但桃子的反应却跟大河完全相反，对自己即将面对的宿命无所适从。在读过父亲的日志后，我知道自己绝对不能死，但父亲他却把最重要的那几页亲手撕毁了。罗杰和父亲他们在最终之岛上究竟看到了什么，又为何而笑？完全不明白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。父亲并不是预言家，如果他今天在这里，还会说出跟当年一样的话，让和之国开国吗？身处这场战争的漩涡中心，经历了无数悲伤和痛苦之后，陶追助犹豫了。在下天生愚钝，如果会让和之国的人们置身于危险之中，我宁愿选择不开国。在下是胆小鬼吗？大河宅邸3楼内，福禄寿在烈火中彻底倒下，失去意识。雷藏大喝一声，也终于解开忍术，翻滚着扑灭自己身上的火焰。这场烈焰地狱的灼热之战，胜者是雾之雷藏。好热，好热！不，一点都不热。对忍者而言，自由取决于自己身处的时代啊！福禄寿。盛平及时赶到，看见了重伤倒地的雷藏，正在好奇为什么他不逃走。只见雷藏正在喃喃说着什么，再不快点的话，真是失策啊！明明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。就在他们下方的2楼宝物间内，迟迟没有等到福禄寿归来的黑炭大蛇失去耐心，破口大骂：该不会他自己一个人逃跑了吧？刚才的震动是看史郎干的吗？鬼之岛已经危在旦夕，一阵琴音打断大蛇的咆哮。转头一看，都到生死关头了，小紫怎么还在弹奏呢？大蛇快步上前质问起小紫，但他却无动于衷。为什么你一直戴着面具啊？你真的是小紫吗？不会是已经死去的鬼魂吧？大蛇正准备动手，头顶突然被阴影笼罩，抬头一看，奔他的横梁裹挟着无数碎石倾泻而下，瞬间将他活埋。大蛇挣扎着从废墟中探出半个身体，然而无论自己如何使劲，都无法发动能力变身为8岐大蛇。经一较压时，小紫终于回应了，竟然这么吃惊，看来你是一点也没有发现呢。大蛇慌乱间连忙向小紫求救，然而小紫依然自顾自地弹奏着三味线，一刻不停。为了防止你变身成为怪物，我早已用海楼石做的钉子刺入了你的身体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是一直说你爱我吗？爱你可笑之极，我对你哪怕一丁点的好感都不可能存在。大蛇彻底傻眼，破碎的美梦将他拉回现实，直面这20年来的血海深仇。意外的是，你喜欢的这首曲子乐姬，袅袅琴音带着日和的思绪飞向远方。曾经光月玉田最喜欢听他弹奏这首曲子，小日和因此备受鼓舞，努力想要练好弹奏，为的是有朝一日能在父亲面前再弹奏一次。然而国破家亡的那场巨变，将这份念想彻底撕碎。是我的父亲光月玉田生前最喜爱的曲子，我又怎能强颜欢笑呢？光月与黑炭的宿命终于到了了结之时。宅邸地下城，不为人知的死斗仍在持续，一定要活下去，阿菊！抱着守护同伴的最后信念，一仗豁出全力，扣响绝杀的扳机，子弹穿透对手，一道血痕溅出，正中要害。然而对手也在同一瞬间，以千锤百炼的死亡指枪贯穿了他的身躯，强烈冲击将两人双双弹飞，砸入废墟。这场对决没有赢家。糟了，你这个混蛋！乙藏 CP0 回过神来，乙藏已经倒地不起，而同伴马哈也身受重伤，动弹不得。乙藏诡谲的枪法与那不顾性命的战斗，竟是这么难以对付。为什么白胡子的残党要帮那群小鬼？赶快去抓住尼可罗宾！两人正踌躇时，电话虫突然响起，另一个同伴正传来上峰的最新指示。你仔细听好，这是来自吴老星的命令，现在马上把草帽路飞消灭掉。你在说什么？草帽小子现在正在跟凯多交手，你要我插手凯多的战斗吗？这不可能！我知道这不可能，正因为是世界最顶级的对决，才会如此危险。就在两人争执时，重伤的德雷克重新爬起，他的战斗还没有结束。谁会死得这么没有价值啊？那一伙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德雷克看着倒下的乙藏，深受触动。他竟能为那些新人做到这种程度，那顶草帽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，甚至成为世界政府必须铲除的目标？还不懂吗？下达这个命令是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也只是听到了一些传闻。就在宅邸的另一处，乌索普骑的哈姆雷特带着重伤的小菊和警卫们正在拼命逃离火海。我不能让你们死掉，
给我振作一点啊！城堡马上就要崩塌，哈姆雷特四足狂奔，径直冲向出口。接二连三的爆炸冲击已经让整座鬼岛动荡不安，濒临瓦解，不知何时就会坠落。猫腹蛇老大拉着旺达和加洛特暂时回到了骷髅头中。弗兰奇赶在最后时刻用生成的机械臂抓住了掉下岛屿的索隆。喂，还活着吗？索隆，你肯定没死，对吧？绿藻头浑身重伤，昏迷不醒。此时的鬼岛大厅内，娜美带着伙伴们在百兽浴场内避难。大厅内爆发了强烈冲击，以及随后而来的人群欢呼，正宣告着时代的更迭。比格曼被击败了。娜美担心起城堡内其他伙伴的安危。宙斯鼻子一酸，听到大妈被打败，灵魂还是被触动了。宙斯，谁对你来说更重要？大妈还是我？娜美，当然是娜美。一旁的小玉正在给伯千代和废灰王加油鼓劲。他们勇敢的战斗改变了这场战争。虽然都受伤不轻，好在马尔克用再生之眼稳住了伤势。相比之下，他们现在的处境更值得担心。这座城堡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，直到最后都不能松懈。这里依然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岛屿，因为厅内已是一片狼藉，只留下深不见底的大坑与海贼们无比兴奋的欢呼声。击败四皇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大事件，而那2名船长真的做到了。无数碎石从屋顶破洞处坠落，一切都在预示着这场战争已经到了最后关头。但只要那个怪物还没有倒下，此前的所有胜果都不过是镜花水月。我们要不要对凯多做些准备？不，没有必要。如果最后下来的是凯多，我们也毫无胜算了。就在那鬼岛之巅穹顶之上，新旧时代的最强王牌光暗交织的最终战力全能爆发，一决高下。霸王神风尽情宣泄，无穷黑雷如潮奔涌，战烈滔天气势轰炸四面八方。路飞被强烈冲击震退，凯多突然停下攻势，他已经觉察到了。喂，你注意到没有？那2个小鬼居然做到了！玲玲被干掉了！凯多一声大喝，强烈霸气再次将四周一切震飞。路飞也捕捉到了楼下气息的变化，赞叹起来：刺头男他们吗？好厉害啊！凯多风血沸腾，然而盛怒之下却难掩自己的失落，一股悲怆悄然袭来，回想起了当年与玲玲初次相遇时的情景。你是没长嘴吗？喂，会说话吗？几岁了？15，真够年轻的。第一次和洛克斯合作吗？他可不是什么好人，可别相信他啊。要有什么事就和我说吧。我叫玲玲，将来是会成为大海之王的女人，多多指教啊。曾几何时，当凯多第一次触及那团黑暗时，是他给予了少年第一束光。即便在无情的海贼世界里，也存在着不可磨灭的仁义和耀眼无比的梦想。彼时的他还不是欲夺圣上的比格曼，而那个15岁的青涩少年也尚未苏醒百兽之王的浓荫咆哮。想起来，我们还真是多年的老交情了。偏偏就在我们正要一起去夺取大秘宝的这个时候，凯多悲愤交加，竟大哭起来，再次进入伤心醉汉模式。而那顶草帽已如疾风迅雷，轰出万钧铁拳，一声巨响，凯多正面遭到重创。路飞变身4胆蛇人，掀起最终攻势，橡胶拳雨如群星陨落，冥王斗气似怒涛狂雷，击穿漫天黑夜，决战四海八荒。就用这无穷无尽的勇气热血，铸就百兽之王的终极囚笼，点燃时代心脏的黎明火光。这一季4档9头蛇，金蛇狂舞，尽灌九霄，王牌战力尽情宣泄，回应所有殷切期盼。我不在乎你们的野心，就因为你们，才让这个国家的人们挨饿。这是我最后的4档，直到力量耗尽为止，我都不会停下攻击。我绝对会把你赶出和之国。以上就是《海贼王170》41话的全部内容啦，下周不休刊。本话信息量惊人，尾田用大量对白推进着各处战线的发展。好消息是鬼岛决战的反转越来越少，也就意味着战争结局即将到来。坏消息是凯老师可能撑不到清明节了，连载了3年多的和之国篇终于要结束了，悬念变成了和之国将如何开国，桃之助和相主是什么关系，以及乔伊波伊还有什么隐藏力量。下一期我们来聊聊本画中出现的伏笔与细节，敬请期待。